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北海道知识单体。哇，好暗好暗。本来这礼拜呢要来看看这个，现在已经进入中秋了，北海道的一些红叶啊、枫叶啊，也都开始慢慢变红变黄了。即将呢就会进入我最喜欢的北海道秋天了。哦，哇，这个景超棒的，这个椅子很酷哎，在湖边的椅子。好啦，虽然开头说到赏枫，但其实单体是一点计划都没有。本来这周想要弥补之前南别湖的遗憾，打算前往道东来个5天4夜之旅，好好的体验一下秋季的北海道。不过因为临时有事要去本州一趟，所以突然的留在北海道的时间就只剩下这么1天了。匆匆的临时决定一下，今晚就睡在新千岁机场附近吧。且既然车泊的装备都准备好了，那睡在车上也是理所当然的。至于到睡前要做些什么呢？单体就决定随性的走跳一番。今天的影片呢，就来为各位演示一下如何计划一趟没有计划的北海道车泊1日旅吧。我们现在来到植物湖的温泉主街，枫红嘞。不过北海道就不是全部都是枫叶，还有很多部分是那种会变色的红叶。后面满山满谷都变色了。那我们现在停的是这个第2驻车场，下来之后这里是鹤雅，有名的鹤雅，贵松松的鹤雅。那我们就往湖边走过去吧。在这边，下面这边有一些地方是可以走的，然后有广场，有名的3线铁桥就在这。然后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如果是你冬天来过植物湖的话，冰瀑季就是在这里举办。哇，这个也太红了吧！离开万居温泉后，既然都已经到达了植物湖畔，不到湖边走走，实在说不过去。从温泉街一路步行而下，来到湖畔，除了之前来过这里看过冰涛季之外，就这么直接走到温泉街侧的湖边，倒还是第一次了。哇，这边就是前冰瀑季、冰涛季的会场。与冬季的纯白基调不同，秋天的湖边色彩真的是挺丰富的。赏红叶的人潮结合着红黄相间，白色的观光船与清澈的湖面，看起来植湖湖畔的秋景与萧瑟是完全扯不上边的。那这个就是植物湖有名的景点3线铁桥。在湖边充满秋意、漫无目的的散步一阵，单体临时决定前往另一个离植物湖不远的密湖 Okotanpeko。据说这个湖泊与 Onedoko 东云湖并称为北海道3大密湖，
丹提曾经去过 Onedoko， 所以对于蜜湖的景色期待是非常高的，完全就可以大胆的猜测，它的湖色应该也是会随着天候与周遭的景致有所变换的梦幻湖泊。怀抱着期待的心情一路前进，就在要弯往目标的道78号前，果然，丹提一向的运气都不怎么样啊。通行指的招牌就这么大辣辣的横立在眼前。原来从2020年6月开始，这条道78号就因为路基不稳固而封路了。作为唯一一条通往蜜湖的道路 ，Okotanpeko 就这么成为了陆上孤岛。这个遗憾可真的是大了。道路的修复，我想是遥遥无期了。不知道是有机会让丹提可以下次再来，或是它就这么直接成为了人类无法踏足的秘境之地了呢？怀抱着遗憾的心情，我们一路往会亭前进，途中经由道117号，这里是北海道非常著名的赏红叶及瀑布的区域。当然，整个路程中，丹提也有下来走跳2圈，看看今年的溪谷与去年的有什么不一样。不过，去年已经拍过影片了，这边我们在影片中就直接快转跳过吧。我们现在到达会亭的这个 Hana Road Eniwa 的这个休息站，它真的超大的，旁边还有星巴克。然后里面好像也有一些吃的。这个休息站呢，我们今天晚上呢就打算在这个地方度过一晚了。不过，现在中午了，那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哦，就是要把这个从玩具温泉拿来的券把它花掉。那这边好像都可以使用的样子，我们去看看这个休息站里面有什么吧。先来吃个东西。这个 Michinoeki Hana Road Eniwa 除了本身的腹地就十分庞大之外，在主要干道的两侧还连接了一个大公园，结合旁边的露营车过夜休憩场所，贩卖设施的丰富度，更有星巴克啊！对于车博人来说，如果不计较有没有温泉或者钱汤的话，可以说几乎是完美了。丹提在吃饱后四处的走走晃晃，心中也是不免赞叹北海道的城市公园设计。虽然就在干道旁边，但就是能够让人感觉有种暂时远离尘嚣、亲近自然的氛围。买杯具有城市感的星巴克，坐在精心设计的椅子上，看着眼前的河川、红叶与绿荫，我想这就是自然与人文最完美的结合吧。
噔噔，暗明蒙。哎呀，本来是想说今天就不洗澡了，但是大家还记得我们有那个3000块的券，花不完啦。那3000块好多啊，怎么办？所以呢，我就找了一间这应该算是稻央区蛮有名的那个，算是钱汤或是日归温泉吧，叫 Honoka。那里面可以泡汤，然后也有东西吃，然后好像还可以待到蛮晚的。所以呢，今天睡觉的地点，我们等一下再来好好斟酌一下。OK， 先去吃饭、洗澡、泡汤吧。这间 Honoka 与一般的温泉旅馆或钱汤稍微有点不同，反而比较像是韩国的汗蒸幕。除了温泉与食堂之外，里面也有各种无料与付费的设施。进入后，手上会给你一个具有感应功能的钥匙，除了可以用来打开置物柜之外，场内的消费也都可以透过钥匙记录。退场时再一次结账即可。不过，比起汗蒸幕的超广空间与超多服务，这里还是稍微小了一点，似乎也不能过夜，只能休息到凌晨的样子，确实有点可惜啊。但作为吃饭、洗澡、休息、打发时间的地方，单提觉得 CP 值还是相当的高，绝对是各位公路旅行的好选择哦。整体来说不错，在里面也休息了一下，休息区也很宽敞，虽然不到位置很多，但是算宽敞，然后也有很多漫画可以看。好了，那我们准备要来去今天睡觉的地方了。本来我准备了很多，也不是很多啦，准备了一些比较克难的小道具。这还有米啊！本来打算今天晚上就是要自己在车上简单的吹一下，但是呢，为了把这个3000元的券用完不得已就只好去吃吃喝喝、洗洗澡。结果呢，本来一趟不洗澡，车上吃东西的车博旅呢，就变成了哇，又有洗澡又有豪华餐可以吃的车博旅。然后唯一一样的呢，就只有睡觉，一样是睡在车上了。那这个休息站呢，其实我觉得搞不好比那个Hana Road还要再方便，因为它有一间24小时的便利商店。不过可能因为那边方便，所以那边停了很多，就是应该也都是车博的车。所以呢，我就挑了一个离那边比较远的地方停啊。晚上相对来说就比较少来来去去的人，会比较安静一些。这个是个床椅，基本上以我的高度的话，这台车以我的高度的话，大概伸直是没问题了，有点低刚刚好。那旁边这边呢，就是我们的道具区。基本上我道具区呢都放在这。不过好笑的是，因为这趟变成豪华型了，所以这些道具几乎都没用到。那这个是车博的好凉拌，中小型的行动电源。
还有懐かしいな。想到以前第一次来北海道的时候，这边应该就是可以看那个鲑鱼逆流而上，走过去的那个。不努力的结果就是要被吃了。感觉它应该是分流，这边是要上去让它往上游去产卵，这里呢就是要被吃了。刚刚看了这么多鲑鱼，我们大家来吃个鲑鱼饭团，鲑鱼亲子冻。香。本来是想要自己手冲一杯咖啡配鲑鱼亲子冻，但刚刚翻来找去哦，才发现没带滤杯啊。感觉这辆车博旅啊，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期待之外，跟丹提当初在家里想的完全不一样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差不多到这边了。丹提等一下就要去新千岁机场，要搭飞机前往本州了。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下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会员宣传时间，点选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，就能知道单体会员都在屁下面棒。无论你是喜欢我拍摄的图片，或者是单纯想成为干爹，请喝咖啡，都欢迎点下眼前的按钮。放心，绝对不会爆炸，只会获得单体满满的感谢。